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6点半，我现在在上海博物馆古埃及省，今天给大家讲解几件文物，顺便体验一下真正的博物馆奇妙夜。法老来了中国都得加班，正常来说这个时间段博物馆已经闭馆了，但是为了迎接一些人，博物馆加了班。这件雕像是拉美西斯2世，身边2位女神哈托尔和伊西斯。其实法老的统治是必须由女性支持，在古埃及，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权利，一直保持到埃及被希腊人占领。先看几件首饰，这件黄金头冠很多人很喜欢，做得非常精致，由16个玫瑰花瓣组成。玫瑰花在古埃及并没有神圣意义，但是会用来放到狮子身上，表达思念。仔细看的话，还有法老塞提2世和王后的名字。还有这件首饰表示的是太阳神诞生的过程，象征太阳神的供养在创世莲花上诞生，两边是伊西斯女神和玛艾女神。注意它的材质，青金石象征神的头发，黄金象征神的肉体，银象征神的骨头。在古埃及，黄金不在乎程度，而是颜色，一些工匠会在黄金里面加入铜，做出玫瑰金的效果，非常惊艳。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的古埃及仪式，叫开口仪式。看我身后这个占品，这个就是用来做开口仪式的。用这个工具配合咒语，喷一下狮子的嘴巴、耳朵和眼睛，让狮子在冥界拥有各种感觉。有时候也会用到这种鱼尾巴刀，象征新的生命，因为这个刀是用来割断婴儿脐带的。这件文物大家都是看一眼就走了，其实它很值得一看。它是伊蒙霍特布，埃及工匠的代表。其实大家都认识他，就是在电影《莫恩伊》里被黑得很惨的伊姆敦。世界上第一座石头纪念碑索萨尔的金字塔就是他建的。他死后被古埃及人奉为神崇拜，所以就有了这件雕像。其实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品，要感谢这些埃及的工匠。这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女王哈切普素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她是男性装扮。其实并不是因为女性就没有权利做法老，是因为埃及法老的形象从第一王朝就固定了，后面所有法老的形象都要按照这个标准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。而且在哈切普素的神庙铭文里，他一直称自己是女人。他手里拿一个一直用的水壶，向他父亲阿蒙神献祭。哈切普素对面就是法老 Amenemhat3世。埃及博物馆的很有名的金字塔的尖儿就是他的。他这里的形象很奇怪，脸被雕刻得很老，愁容满面，其实象征了他为国家操劳。仔细看，他的耳朵非常大，意思是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。身体和脸相反，很年轻很健康，意思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。他的双手放在短裙上面，他其实象征另外一个动作，但是因为举起来很容易就破损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拉美西斯2世雕像手里拿的权杖和我的一样，瓦斯权杖，象征权力和力量。这些人物模型，埃及出土的非常多，他们提供了非常多古埃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。这些都是放在墓葬里。古埃及从5000年前就取消了活人陪葬，后期用这些模型为死者服务。比如死者很喜欢喝酒，就会放一些做酒的模型。还有这些乌兹别克是为了死者服务，一般做农活或是仆人，放到这种箱子里面。我上次说这次展览没有木乃伊，因为埃及不会把这些祖先用到国外展览。很多人说不对呀，我们在中国见过。其实这些不是和埃及官方合作的。但是这次展览来了很多木乃伊。古埃及人会把猫咪做成木乃伊，陪伴自己在来世生活。在所有的文明中，埃及人是最尊重动物的，尤其是猫。历史学家 Cyclus 在埃及亲眼见过一位罗马人因为杀猫咪被判死刑，而且法老出面都没办法把他救下来。宠物猫死后，主人还会举行仪式，剃掉眉毛表示哀悼。猫咪在古埃及是家禽神，因为它能保护粮食。因为生得多又和生育相关，因为喜欢晒太阳又被认为是太阳神的使者，所以古埃及人爱猫的原因非常多。历史记载，
古埃及的猫神节有10万人参加，所以能看出猫咪在埃及人心中地位非常高的。这里还有一件经典文物——荷马雕像，经常出现在墓葬里。主要看它的颜色，是埃及蓝，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颜料。古埃及人非常浪漫，用象征天空的蓝色来表达对死者的爱悼。荷马因为经常在水里浮起来呼吸，然后又潜下去，所以有了重生的意义。仔细看身上的图案，也是象征重生的莲花。这边还有一件埃及蓝陶器，上面画着几条埃及罗非鱼。古埃及人认为罗非鱼把受精的卵子放进嘴巴里孵化，所以也和生命生育相关。根据它的形状，应该能看出来，和中国一样，是使用那种转盘来制作的，而且烧陶器的那种炉子也很像。但是早期并没有这种技术，都是露天烧的。比如这件黑口陶罐，就是把口子盖到煤上面烧，因为缺氧，就是产生了黑色。大家可以猜猜这是什么？古埃及马桶，用石灰岩做的，一般普通人用木头做的。古埃及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有这种马桶了，非常先进。要知道，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些文明还在野外上厕所呢。